Hello，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我们来更新一下1960第二阶段的分数。会在今天就更新数据，是因为劫掠者城寨从原本的2天改成1天的时间了，在更新之后，所以基本上要在劫掠者城寨的阶段把分数反过来呢，应该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时间只有1天而已，分数不会相差太多。不过我们之后还是会更新一个第3阶段的分数啦。我们先看个人排名，第1和第2名无需质疑就是俄罗斯父子，他们这一次的分数也是推得特别高，他们的分数是我的10倍。那其实他们这一次训练部队呢，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放了一个直播，说他们要冲上30亿，但是直到第2阶段结束为止都没有看到他们开始直播。目前这2个账号的战力都停留在接近27亿左右，虽然他们战力没有提升到30亿，但是这2个账号也是万国觉醒目前最高战力的账号。为什么没有提升到30亿？我觉得这2位他们是有想要提升到30亿的，可是宝石的数量可能计算错误了。因为我看到这2个账号准备的宝石都是2800万左右，那这个宝石数量其实是不足以让他们提升到30亿战力的，就算搭配加速使用也是不足够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在第1天的时候，俄罗斯父子他们的分数就大概6亿左右，然后 AD 的分数也是大概6亿左右。那是因为 AD 他准备的宝石数量大概有2200万左右，所以才会看到他们的分数比较接近一点。但是俄罗斯父子他们不是只有第1天有训练而已，第2天也是有训练。在第2天的时候，2个账号的分数变成了8亿，又提升了2亿，到了最后分数变成 9.2 亿，所以就表示说俄罗斯父子其实他们提升了3次。那你们可以试着去想象一下，他如果在第1天已经把加速跟宝石已经用光的话，那他第2次跟第3次训练到底使用了什么宝石？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是把当天所有的礼包全部都买光了，而且有很大可能俄罗斯父子就连宝石商城里面的宝石都有直接去购买。所以虽然俄罗斯父子这2个账号并没有到达30亿的战力，但是他们依然还是游戏中目前战力最高的玩家，这一次 KVK 分数最高的玩家，费用消耗最高的玩家，而且在荧幕的背后也是买了不少的礼包啦，所以我觉得放过他们吧。那后面我还会做一个列表去计算这些账号他们到底花费了多少钱，还有使用多少的加速，我们等一下再看。接下来第3名的 AD，在这一次的 KVK 中，我也是有直播到他的画面，也是直接用了2000万宝石去训练部队。Prodigo 这一次也是提升了2亿战力，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在960这2个账号都没有提升到10亿战力。这2个账号目前都是8亿左右，但说实话其实没有必要提升到8亿战力啦，因为一般我们只能派7个队伍，而且一场 KVK 里面8亿战力其实是已经足够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前置训练部队最有趣的应该是阿玛阿 Z 才对，没错，就是960的战神。那你们可以发现到阿玛阿 Z 的农场账号居然在排名中，而且他是超越了2377 10亿战力的玩家。那在这里跟一些不知道的观众讲一下，现在阿玛阿 Z 其实是用农场账号在战斗的，他的主账号交给了代打。阿玛阿 Z 这个账号直接提升了 1.8 亿左右，而且有趣的地方来了，他现在农场账号的战力比他主账号的战力还要更高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农场账号的战力是比起主账号还要更高的，而且农场账号的击杀都没有主账号多。那我知道有可能有一些玩家想说，我很少看到有其他玩家他的另外一个账号战力这么高的，那其实88的另外一个账号也是有2亿左右，所以农场账号战力这么高不是第一次见了，但是第一次看到农场账号比主账号还要更高战力的但是阿玛阿 Z 会如何去使用这个账号我就不清楚，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这个账号的军器装备，所以我不确定他这个农场账号能不能够战斗。目前比较多的玩家都觉得说阿玛阿 Z 应该会用这个账号去增援部队，那我们就只能拭目以待了。不过说实话啦，如果他这个账号拿去专门增援旗帜、增援要塞的话，那其实也是蛮夸张的。有 2.6 亿的战力可以去增援旗帜，虽然没有像俄罗斯父子那么夸张啊，不过这个战力也是已经足够了。但是阿玛阿 Z 这个账号有趣的地方不只是这个而已，还有另外一件事。那我刚刚有说到，在2377又诞生了一位超过10亿战力的玩家 BT Cyborg。那其实在训练的第2天，阿玛阿 Z 的分数是已经超越了 BT Cyborg。
真的只是超越一点点而已。我觉得阿玛阿 Z 他可能是想要跟对方暗示说，就连我的农场账号分数都比你更高。那其实在第二阶段结束之前呢，可以看到 BT Cyborg 有尝试要把分数超越阿玛阿 Z 的农场账号。我们刚刚看到阿玛阿 Z 的农场账号大概3亿分数嘛，然后这边 BT Cyborg 提升到 3.4 亿，但是阿玛阿 Z 又追回去了。但是我要跟各位讲一下，其实阿玛阿 Z 这个农场账号资源是不足够的，所以在阿玛阿 Z 这个农场账号训练部队的时候，其实 AD 在运送这资源给他。你们说是不是很离谱？一般来讲，我们都是看到农场账号运送资源给主账号，第一次看到主账号运送资源给农场账号。不过也多亏了 AD 他运送资源，所以最后我们看到阿玛阿 Z 的分数有 3.6 亿，然后 BT Cyborg 的分数 3.5 亿。这个也算是蛮精彩的较量了。那剩下的玩家有超过1亿分数的，其实还蛮多的。这一场 KVK 有13位玩家的分数是已经超过了1亿，多数都是960还有2377的玩家。不过有2位玩家穿插在里面，这里就有包括2975的 Picky Peanut， 还有来自1093的 Ghost Rider。至于王国分数方面，960还是获得第1名57亿，2377获得第2名44亿，然后1093获得第3名28亿。那其实原本1093的分数都没有这么高的，他们是在活动快要结束之前突然冲到20亿，原本10亿都不到。比较让我惊讶的是1365，我没有想到他们的分数居然这么少而已，只是需要一个俄罗斯父子的分数就已经比365整个王国的分数还要更高了。至于其他的王国，如果是以阵营来看的话，其实1606、2975的分数也是蛮高的，甚至是比1365还要更高。这3个王国的阵营1473、1814还有2941，这3个王国加起来的分数呢，也是接近10亿左右，也是比起365还要更高。所以如果我们计算阵营的话，其实365阵营的分数是最低的。所以在第3阶段2377会不会超越960呢？这个我也是蛮好奇的，因为听说2377他们也是很活跃，所以有可能会超越960也说不定。影片的最后跟大家算一下，这些有超过1亿分数的玩家到底开销了多少。那严格来讲，俄罗斯父子这2个账号加起来呢，都已经消耗了接近180年的加速。你们能够想象吗？180年的加速，然后每一个账号都消耗差不多20万美金，只是这2个账号加起来就已经消耗了接近40万美金。因为这2个账号来自同一个家庭啊，我觉得可以把这2个账号的开销加起来呢，是真的很夸张。而且把这2个账号这一次提升的战力加起来的话，他们这2个账号总共提升了 9.2 亿战力，哇哦，直接提升了一个8倍。虽然目前最高的记录依然还是20亿的土耳其大哥，但是俄罗斯父子这一次的表现也是很离谱了。接着 AD 虽然他的分数没有比起俄罗斯父子这么高，但是他也是花了60年加速左右，开销13万美金。Prodigal 就消耗了8万美金，然后39年的加速，接近40年。然后让我们感到最意外的就是阿玛阿 Z 的农场账号，它是消耗了35年的加速，大概开销 7.8 万美金。而且阿玛阿 Z 这一次农场账号提升战力呢，基本上都是用加速比较多，很少用宝石，然后它的加速全部都是来自960的联盟礼物。所以严格来讲，基本上阿玛阿 Z 这个农场账号呢都没有开销太多。至于 BT Cyborg， 因为它的分数也是蛮接近阿玛阿 Z 的，所以它这里的开销有 7.6 万美金，然后34年的加速。剩下的玩家大概都是用10年到20年左右的加速。莉莉丝这一次又笑嘻嘻了。不过这一次960的分数呢也不是历史最高啊，960历史最高的分数有 7.2 亿，在第2阶段的时候都已经到达7亿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分数应该也很难超越历史最高纪录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希望各位喜欢这一次第2阶段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啦。对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